重生到天龙八部世界。成为大宋皇帝赵旭的弟弟，本应享受人世繁华，但我偏要在这江湖中留下自己的浓墨重彩。你要去少林寺，不行，哀家不同意。我大宋周边四夷虎视眈眈，孙儿身为赵氏子孙，怎敢贪图享乐？自当以此为毕生之志。还望皇祖母答应孙儿。我家虾儿长大了，连奶奶的话都不听。奶奶，您是答应孙儿的要求了。好话赖话都让你说了，哀家还能说什么？去吧去吧。谢谢奶奶。皇兄，说过多少次了，平日里要稳重些，在这里要叫阵。官家，是官家。找我有什么事情？没事的话，我还要处理奏折。哥，周围没人的，别装了。嘿嘿，来，过来。哥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说吧，这天下是咱哥俩的，想做什么还不是哥的一句话？我想去少林寺学艺。啊？你想出家做和尚？不是啊，我是想去少林寺带发修行，天下武功出少林，我想学好一身本事。多久？1个月够吗？10年。10年不行，10年太久了。自从虾仁出生以后，两兄弟就从未分离过。要让虾仁离开10年时间，还不如杀了他呢。哥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小，我们大宋的领土太小了。对，当初的盛世大唐何其壮哉！我们身为后世之人，怎能不如先人？为帝前往少林，正是为此。哥，你在朝中整顿朝纲，治理天下，为帝就做你的大将军，替你征讨天下。你我兄弟2人携手，定能再现盛世。哈哈哈，好，为了我大宋江山，你这个做弟弟的都有如此魄力，我这个做兄长的若是瞻前顾后，岂不让人耻笑？赵下人听令。末将在。好好练功，不许偷懒。等到你回京城后，朕封你为天下兵马大将军。末将领命。玄慈方丈，本王有皇兄的谕令在此，特来少林寺拜师学艺。阿弥陀佛，王爷屈尊来敝寺，乃是我少林的荣幸。只是委屈王爷要留在敝寺作为俗家弟子，如若让不法之人知晓王爷身份，难免会起一些歪心思。玄慈方丈不必如此客气。待到玄慈走后，虾仁便在藏经阁中挑了一本《金刚经》来读。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1个时辰，只见一个老和尚手中一根扫帚轻轻地扫着地，好像从未看到过虾仁一般。能够有这般出尘气质的，除了扫地僧外，绝无2人。阿弥陀佛，大师晚生有礼了。时不的，老衲不过是风烛残年老和尚一个，怎担当得起施主如此大礼？施主年纪轻轻，想不到会喜欢佛经，当真是善哉。大师说笑了，我不过是东施效颦，粗浅的读一下罢了，不值当大师如此赞誉。佛家讲求众生平等，施主肯去做，已经是胜过许多人。大师，我这《金刚经》中有一句话不解，还望大师解惑。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其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这其中的善法到底是何解？世间本无善恶，如来所说善法，乃是人本性之中的觉性，是开悟众生之法，只是假借其名，是为善法。我懂了，大师。世间之法皆由人定，善恶之念并非天生。佛家讲求开悟，便是为了将人们向善路之上引领。妙哉，善哉！经由佛经，催急之人，施主此番话，当真是另辟蹊径，老衲受教。该是晚辈受教才是。老衲不知多久未和人说话了，今日说的话倒是比往日数10年还要多。晚辈也是从未如此健谈过，看来是咱们俩有缘才对。大师，咱们聊了这么久，我还不知道您的法号是什么呢？法号吗？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。那您在这里多久了？待了多久？或许有70、80年了吧，也或许更久。过了太久，老衲记不得了。2人又是聊了许多，最终还是没有从扫地僧口中知道更多有用的东西。扫地僧打扫完藏经阁，也是自行离开了。想不到已经在藏经阁7、80年了，若是这么一算，岂不是和太祖赵匡胤是同一时代的人？这个老和尚是真能活啊！阿弥陀佛。不知不觉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嘛。此子来此，莫非真是天意？第2天一早，虾仁照常来到了藏经阁，扫地僧雷打不动地来藏经阁中扫地。虾仁每天和扫地僧说话聊天，2人关系倒是越来越好。掌柜的，给我那件僧袍。好嘞，小公子您稍等。这件僧袍多少钱？小公子您真有眼光，这件僧袍晨会300文。再给我拿1双僧鞋，要质量好的，剩下的钱就当做是给你的赏钱。多谢公子，公子大方。
置办好了给扫地僧的东西，又去买了些零嘴糕点，直到快天黑了才返回少室山。次日一早，虾仁来到藏经阁看书，扫地僧如约而至，持着扫帚来藏经阁中扫地。虾仁并未叨扰，一直等到扫地僧扫完地，才和他说话。大师，赵施主，昨日山下玩的可还开心？自然是开心的。大师，这是我昨日为你买的一套僧袍僧鞋，你回去试试看合不合身。这是给老衲的。扫地僧本以为小孩子心性，虾仁到山下一玩耍，不会记得这许多，想不到竟然真的给自己买了东西。大师，可是有什么问题？不，没什么，已经有许多年没有人对老衲这么好了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可惜老衲身无一物，没什么好拿得出手的，只有这本佛经。若是赵施主能够好好研习，或能有所收获。大师所赐，晚辈不敢辞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老衲还要去打扫别处，便不再和施主闲聊。大师请。如是我闻时，佛告须菩提：明者读经醒，暗者隐修为。六根六尘连，五蕴邪三途，如何知见离？得了涅盘经。虾仁看着这些文字，薄薄的一册书通读下来，只觉得头昏脑胀，整个人昏昏欲睡，随即伏在桌上就睡了过去。痴儿，你本不该来的。也罢。扫地僧手掌轻按在虾仁头顶百会穴处，一股精纯无比的真气自虾仁百会穴涌入体内。大师，晚辈自知学识短浅，配不上大师这等世外高人，但还是想不自量力求您收晚辈为徒。收他为徒，怕是要违背了与你的誓言。阿弥陀佛，在你拜师之前，老衲要和你约法三章：第一，你我师徒缘分只有你在少林寺这10年；第二，往后练功都要来此；第三，不许将你我师徒的事情传给旁人知晓。这3条你若是能答应下来，那便磕头拜师。徒儿虾仁拜见师傅。好，今后你就是我弟子，虾仁是你的名字，为师再为你起一个法名。为师的辈分比当今的玄字辈高僧皆要高，到你已然是了字辈，便为你取法名为了念。了念，徒儿记住了，师傅。太祖长拳啊！师傅，须知太祖长拳虽是太祖皇帝在战场上厮杀出来的普通拳法，但若是善于变通，纵然是一路太祖长拳，也可以做到天下无敌。师傅似乎对我赵家的太祖长拳颇为推崇啊。随后扫地僧对虾仁进行一番指导。今天先练到这里，现在坐下来运行一遍洗髓经，我为你护法。好神奇，我现在感觉不到丝毫疲惫。好了，今日先回去，待到明日再来。还有，你不是少林弟子，不必守着清规戒律，还是要多吃一些。弟子记住了。虾仁却也是没多想，或许是因为拜师的缘故，师傅关心徒弟也很正常嘛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以后若是想要出去，大可以和贫僧说。您总是这样独来独往，贫僧也是着急呀。玄慈一大早听说虾仁不见，差点就要召集全部僧侣，挖地3尺也要找到虾仁。方丈大师不必担心，以后我出去都向您说就是。如此甚好，不知您可否选好了谁担任您的师傅？方丈大师，我认为自己不是练武的料子，闲来无事读佛经，或者练一下罗汉拳，这样就挺好了。既然施主无此志向，贫僧便也不强求。看来也是个吃不了苦的主。方丈若是没什么事，我还要回去休息。一日一早，虾仁按照往常那般前往朝月峰。师傅，弟子来了。那吃点鸡蛋补一补。师傅，您可是和尚啊，这有些不太合适吧？是你吃，又不是为师吃，你吃不吃？吃。我看你这2天上山之时，虽有真气运转，却是脚步迟滞，完全没有发挥出洗髓经真正的威力。我再传你一套轻功，乃是当年达摩祖师所创轻功，一苇渡江。师傅，这门轻功和逍遥派的凌波微步比谁更厉害？你竟然听说过逍遥派？弟子之前在宫中闲来无事，也是读过不少的书，知道逍遥派的凌波微步乃是江湖绝顶轻功。你所说的倒是不错，逍遥派的凌波微步的确是奥妙非常。不过为师自认我的一苇渡江不输于旁人。扫地僧当即传给虾仁一苇渡江的口诀，
或许是穿越的符力，虾仁只要看过的东西，便可达到过目不忘。来，是。一尾渡江。啊！我操！师傅，刹不住了，救命啊！造孽！师傅又给您添麻烦了。这门轻功不过是初次学习，还是要把控住力度。这一尾渡江潜力无穷，论起来不比你所说的灵步微步要差。好生修炼，不可懈怠。弟子记下了。春去秋来，7年时间过去了，虾仁的武功已然不俗，能够与他较量的更是寥寥无几。师傅，想不到您年轻的时候也会用盘龙棍这种杀伐武器啊！我记得太祖爷当年就是用一根盘龙棍扫荡群雄，立下了大宋江山。盘龙棍啊，只不过是一件救人之物罢了，没什么奇特的地方。哦，和师傅一起修行7年，虾仁已经能够感觉到扫地僧的心情变化。哥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一尾渡江。哈哈，怎么样？臭小子，长本事了。哥，我之前信中跟你说的，你有没有照着做？本来我是不信的，不过后来我听你的话，到没有朱砂涂抹的宫殿去住，果然身体好了许多。你是怎么知道朱砂对咱们的身体不好的？我就是偶然从一本古书上看到的。很好，能看到你在这里很不错，我也放心了。今天过后我就要回去，照顾好自己。知道了，哥。回到寺中，虾仁本打算第2天再去请教扫地僧武功，却得知因数天的大雪，山下有村庄中好多民宅受损，玄慈组织众僧下山帮助百姓。虾仁主动请缨，一同下山去帮忙。当真是兴，百姓苦，亡百姓苦啊！危险！小兄弟，多谢你啊，要不然我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非得要我半条命不可。大叔，雪天路滑，凡事小心些。小伙子，去我们家里喝一杯热茶，暖暖身子吧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大叔怎么称呼啊？俺叫乔三槐。乔三槐，您该不会有个儿子叫乔峰吧？嘿，你这小伙儿咋知道的？我听说人家都管他叫北乔峰。乔峰乔大侠的名讳，我也是有所耳闻。想当初，乔帮主为丐帮立下了7大功劳，江湖中人谁不叹服？哪有？乔三槐连连摆手，但眼神中显露出的却是再多说点，我爱听。大叔，我还要去帮助别家，您请留步。哎，孩子慢点啊。虾仁一整天忙得不可开交，直到很晚才回少林寺。回到山上后，虾仁便直接去了朝月峰。师傅，弟子今日未能前来，还望师傅见谅。傻徒儿，起来吧！你能够不将武功排在第1位，以百姓为先，为师很满意。弟子只是凭良心做事，但求无愧于心就好。无愧于心说得好，你跟着为师已经有7个年头，你洗髓经已经大成，也是修炼这个的时候了。易筋经和洗髓经乃是相辅相成之用，修炼之时切忌3心2意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让你先修洗髓经，再练易筋经。师傅良苦用心，弟子今日方知。等你且将这易筋经带回去，好好熟记。但凡有不懂之处，尽管来问我。弟子定当好好参修易筋经。少林寺的无上瑰宝，多少少林僧人梦寐以求的宝典，如今就在我的手中。我一定要将这易筋经参悟透彻，到时候管他什么3老4绝，统统不在话下。一路横扫天下河，2棒太祖定天下，3棍铁马定乾坤。随着一世世的口诀，虾仁手中的盘龙棍好像变成了一条乌金色的黑龙，嘶吼咆哮着，却是始终掌握在虾仁的手中。盘龙棍掷出，好像弓箭一般，笔直地插在地上。虾仁站在盘龙棍顶端，单脚站立，双手环抱。了念。师傅，您还要教我什么武功？我该教你的都已经教给你了。师傅，3年前你说弟子只能够和乔峰、慕容复相当，不知道如今又该如何？好，那为师可以告诉你，这天下间你皆可去的。为师希望等你下山后，可以听到你的名号。那是当然，我可是您的弟子，绝对不会比他们差。下山，师傅，您让我下山去。了念，这是你我师徒之前说好的，师徒缘分10年，继续做师徒下去，对你我皆是不利，倒不如相忘于江湖中。师傅，弟子跟您学艺10年，本该心满意足才是，但是您对弟子如此照料，弟子又怎是忘本之人？他日弟子若侥幸名扬江湖，旁人问及师承，唯独弟子支支吾吾，又该如何？
赤儿啊，我教你10年武艺，已经不该。为师又不是去世了，你若问为师原因，为师只能告诉你，继续跟在我身边，对你百害而无一利。你我师徒情，又岂是一句话可以磨灭？为师不是无情之人，你只需日后行善积德，便算是给为师尽孝了。弟子不敢违背师傅教诲。弟子今日下山后，他日相见，不知何时。万望恩师，照顾好身体，每日吃饱穿暖，不要总是打扫藏经阁，那里平日还是很干净的。再有就是弟子不在，就没有人气，您老人家了，也算是一件好事。虾仁第一次这么絮絮叨叨的说话，好像要肃静10年师徒情分。这根盘龙棍跟随为师多年，下山后你也没有武器傍身，索性送你好了，带着这根盘龙棍完成我当年未尽的夙愿。弟子知晓，弟子这就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将重任交到你的手中，是对还是错？起风呢？哎，师兄，你自己在少林寺里面要好好的，我今天就要下山去了。下山？这是我抄写的心经，我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这本手抄书送给你当个纪念吧。你也是，我不在后，没人带你吃肉，你自己下山化缘的时候，可以偷偷的去买来吃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走了。小王爷，你慢点。哈哈，你就在我后面吃的我的尾气吧。这人怎么都瞧不见了？要不然等一等好了。嘿，大哥，瞧这打扮是个富家子弟，大鱼一条。细皮嫩肉的公子哥应该值不少钱才是。你们在这里拦路打劫，就不怕官府通缉你们吗？这里可是大宋天子的脚下。天子，这里就是我们兄弟说了算。好看的小娘子，我们兄弟就带回山去慢慢品尝，其余的人拿钱赎回。若是没钱，杀了了事。知道我今天出师下山，特地来给我送经验。上，都给我上！自不量力。贵啊，这不是人，不是人，还想跑？大力金刚掌。不知贵可是？本王奉皇兄之命前来调查各府县衙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忧。你们就是这样办事的不成？下官知罪，还望王爷指点小人一二。一群软蛋！我经过附近县衙时，路遇强人，你作何解释？下官知错，这就派人将那处贼窝清剿。张忠，你跟在这群官兵后面，若是他们有什么办不来的，你帮忙照应一下。是。翌日一早，虾仁还没接到张忠的消息，便打算出来走走。我操，这人牛逼啊！一大早就拿酒当水喝上了。这位兄台，不介意小弟与你共饮一番？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兄台尽管坐下便是。小弟这里有些好酒，想与兄台分享，不知兄台敢否一试？酒场之上，我从未怕过。请。好酒好酒，想来这酒价值不菲，兄台看得起在下。哈哈，只是恰巧兄台和在下性情相投罢了。两人没一会就将酒都喝光了，任虾仁再如何也是承受不住这许多的酒，当即运转易筋经，将体内的酒气化解了去。乔峰看了虾仁没有任何醉酒的反应，也是心生好奇。兄台也是江湖中人，在下自小在少林寺中学艺，如今学艺期满，自是要回家探望一番。至于这武功嘛，不值一提。在下年幼之时，也曾在少林寺学艺，如此咱们也算得上是同门，当真是缘分。乔峰有心试探一番，一股真气传向虾仁这里。兄台既然有心，那在下舍命陪君子。丐帮乔帮主当真是好武艺。兄台认识我？小弟不才，却也不敢辱没家师名声。当今武林中年轻一辈能够和在下相较量的，唯有北乔峰、南慕容。阁下穿着打扮，自然是丐帮乔峰。兄台够狂，不过我乔峰喜欢。乔峰大名，小弟早有耳闻，心中倾慕已久。今日有缘得见，这才厚颜结交一番。我乔峰说到底就是一个乞丐的头子，你若是不嫌弃我的话，乔峰愿与兄台结拜。哈哈，不愧是乔帮主，就爱结拜。
不过小弟正有此意，能与兄台此等人物结交，是小弟的荣幸。于是两人便找了一处堆土成乡，准备结拜。我乔峰今日愿与兄弟，你叫啥？哈哈，小弟虾仁，今年16岁。好，乔峰今日愿与虾仁结为兄弟，今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祸福与共。我虾仁与乔峰大哥结为金兰兄弟，自此之后，待乔峰兄长有如亲兄，祸福与共。若为此事，天地共验之。我只长你10几岁，便是喊你一声二弟。大哥。大哥此次前来京都，不知道所谓何事。小弟在开封还算有些实力，或许能够帮到大哥。不瞒贤弟，我这次来开封，乃是为了西夏一品堂的事情。这个一品堂县已经对于中原造成了不小的麻烦。是啊，如今辽国、西夏对我大宋虎视眈眈，我该帮探子传回消息，一品堂的高手潜入我大宋，破坏内部团结。愚兄得到这个情报，便马不停蹄地赶来开封。兄长当真是忧国忧民，兄弟不及也。却是不知道事情办得如何。自是已经办妥，4大恶人的老大段延庆被我重创，现已返回西夏，短时间内无法威胁到大宋。大哥神勇，既如此，为何如此愁眉不展？二弟，我是在感叹我大宋如今国况，现如今的朝廷对外求和，对内更是党政不断。如此以往，我大宋什么时候才能出头？大哥所说不错。如今司马光这个老顽固，一味的向辽国和西夏求和，小弟恨不得手刃这些祸害家国的混账。想不到二弟你也是如此的愤慨。大哥，据我所知，如今大宋官家手中没有实权，这才无法施展抱负。等到官家掌权之时，我大宋定当再现大唐盛世。贤弟，你如此了解当今官家之事，莫非？弟弟乃是赵家一个分支子弟，平日里闲散度日，距离当今官家已经远了好几倍。想不到贤弟竟是赵家皇族，怪不得姿态超群，而今倒使我攀高枝了。你我兄弟相交，贵乎知心，这些虚名不必计较。少爷，您可真是让我好找啊！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山中725人尽皆伏诛，首恶则是被关在衙门监狱之中，等待明日斩案手示众。办得不错。大哥，小弟有事在身，还要回京述职，无法和大哥久坐。待小弟解决完手中的事情，你我二人再痛饮一番。正事要紧，我丐帮近来也是多事之秋，为兄也要回去了。今后有事尽管来丐帮总部寻我。大哥保重，保重。微臣拜见官家，官家万圣金安。哼，我还以为我这个弟弟剃度出家了呢，在少林寺这10年，不仅武功有长进，脑子也长了不少嘛。哥，你这样聊天会没朋友的。哈哈，你我兄弟一个在朝，一个在野，我将军事交给你，你可要给我好好的发展，别让我失望，知道吗？哥，你放心，有我虾仁在一天，就绝不让吐蕃大理有可趁之机。有你这番话，我便放心了。这2天哪里都不要去，好好在宫里陪陪哥。再过些天，我就册封你为襄王，到时候咱们兄弟俩又要许久不见。听哥的，记得把话给我带上。嘿嘿。奉天承运，皇帝敕曰：朕之12弟虾仁圣洁至诚，忠孝两全，实为我皇家典范。今日册封虾仁为襄王，封地为成都路，兼任成都节度使和成都牧，当地财政收入朝廷一概不问，交由襄王全权处理。同时允许自将武装，若遇战事，附近3路皆听襄王差遣调命，暂任总督一职，不得有误。此话一出，全场瞬间炸裂，就连虾仁都有些蒙圈。给我这么大的权力，我的亲哥啊，你这不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吗？嘿嘿，臭小子，总是让朕替你负重前行，你小子就一个人岁月安好，想什么美事呢？襄王还不快点领旨谢恩？官家，微臣。官家切不可如此，您给予襄王的权柄实在太重，绝无仅有，恐招致祸事。哦，司马仆射，你这话从何说起？难不成你认为襄王会谋反？还望太皇太后劝谏官家，三思而后行。官家，你可是认真的？朕确定。好，官家既然如此坚定，老身便不再阻拦。太皇太后。司马光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是高太后已经发话，若非太皇太后支持，他也难有今日的地位，只得退到后面去。襄王，现在可以领旨了吧？微臣接旨。另外，着令直礼部贡举苏轼担任襄王属官，不日随同一起出京。微臣领旨。哥，你交给我这么大的权力，说句不好听的，简直就是让我建立一个国中之国，你不应该这么任性的。我若是连你都信不过，我这个皇帝做的就太没意思了。权力我给你了，可不要让你哥在百官面前丢脸。你放心就好，哥，我还要一批工匠，最好是那种精通铁器铸造的。你要工匠做什么？
我近来从烟花爆竹之上得到启发，想要仿照着烟花来制作一种武器。好，除了兵部尚书和侍郎，里面的人任你挑选。谢谢哥。客气什么？还有你，如今已经16岁，还没有成婚，实在是不应该。对了，那王后家中有个女儿，今年14岁，你觉得如何？我不要。行啊，这可太行了，这让自己怎么下得去手？身为皇家子弟，传宗接代是你的使命，总不能整天在那五指绕柱。皇兄，不是我说你，这才几年就纳了5、6位妃子，平时也要节制点。你还在这说我？但凡你和赵四2个人能争气点，我都不至于这般。哥，你那妃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？咱们这一脉本就不是向太后所出，若是为兄有些闪失，他定然会选立其他妃子所出为皇帝。皇位落到旁系手中，嫡系一脉有何下场，你比我清楚。虾仁此时才忽然间理解了赵旭为何让他占据边界军事重地。哥，我会的，你放心。回去好好收拾收拾吧，过2天就要启程。是，哥。很快，虾仁就到了成都路。既然给了我权力，那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来做，什么狗屁祖规，统统走开。于是虾仁便把将士的统领全交予张忠，至于工匠，虾仁决定亲自管理。经清点，成都路竟只有5万兵马，但这些精兵对于虾仁来说却是刚刚好。今日本王教你们一套本朝太祖传下来的长拳，拳法招招皆是杀人技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襄王接旨。微臣接旨。朕得悉西夏兵蠢蠢欲动，意欲劫掠边疆百姓，特命襄王率领麾下兵马前往秦丰路支援，一应事宜，全部交付襄王统领，莫要让朕失望，小心为上。本王绝不会辜负皇兄信赖，这次我定当携大胜返回。张忠传令下去，全军集结，即刻出发秦丰路。遵命。虾仁一行人日夜兼程，用了7天的时间，终于来到了秦丰路的边境处。末将王泽宪拜见襄王殿下。你是王后将军的儿子？正是。王爷听说过末将的父亲？那是自然。燕国公王韶和令尊王后可谓是将门双虎，为我大宋立下了赫赫功劳。本王打小就听过燕国公的故事。王泽信一直以为他们武将备受歧视，想不到这个襄王竟然丝毫不歧视他。而今西夏之地如何？情况可曾查明？回襄王，有人趁夜色潜入家中，告知我此事。今年冬季寒冷，西夏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来大宋劫掠的机会。西夏边境处大军最近频繁调集，看样子应该规模不小。末将不敢擅自做主，这才请示官家。如今正是多事之秋，刻不容缓。张忠给我派出去5路探子，一路侦查，时刻禀报。遵命。王爷，探子有发现，你来告诉王爷事情。是，属下带人去一处山谷中巡查，像是西夏人，属下不敢靠近，就先回来禀告了。王爷，这有可能是西夏的先遣部队。有这个可能。张忠，你派些人打扮成咱们大宋普通百姓，动作要招摇一些，试试看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王爷，我这就去。今天我就带你重返战场，杀他们一个胆寒。王爷，末将已经探查明白，应当是西夏有名的步拔子，这些步拔子都是探路的，西夏的进攻恐怕不远了。步拔子，精锐，老子打的就是精锐，这次就把他们统统变成鞋拔子。另一边，赫连铁树亲自领着5万兵马前来。若是能够成功拿下秦丰路，当能将我们西夏的边境扩大一番，到时候再联络吐蕃、辽国，再加上咱们3国一起瓜分大宋的天下。段延庆，你觉得呢？赫连元帅说的极是，西夏兵马强盛，绝非孱弱的宋兵所能抵挡的。哈哈，你们4大恶人武功皆是天下一流，本帅可就仰仗你们4人了。报，前方出现大批宋军，今日便将他们这队兵马吃下去，让大宋的那个小皇帝吓破胆子。两军不断向着中间汇聚着，战争一触即发。我乃大宋天子亲弟襄王虾仁，天助我也！如今又送来了一个小皇帝的弟弟，只要生擒了他，就可以向宋廷要东西来交换。全军吞并，生擒宋军主帅者，本元帅重重有赏。点火！不要怕，这种东西他们用不了多久。赫连铁树尽量维持住军队的阵型不溃散，虾仁也早就猜到这一炮下去不会直接取胜。炮兵压后，全军紧跟盾兵之后。哼，区区的盾牌又怎能和我西夏200铁鹞子相当？铁鹞子，今天你就算是铁打的腰子，我也要把你打成肾虚。赫连铁树，这就是你们西夏的铁鹞子，也不过如此嘛！可恶，给我放箭！你这是少林寺的金刚不坏神功，看来还有一个识货的嘛。
张忠统领军队将这股西夏兵给我一网打尽。领命。怎么样？天下4大恶人之名，本王如雷贯耳。今日倒是要试上一试你们是否名副其实。小儿狂妄不已，当真是令人贻笑大方。哼！少林大力金刚指，这家伙到底学了多少少林武功？一起上！赫连铁树眼看西夏兵惨败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，紧忙逃离。既然来了，还想跑不成？段延庆注意到虾人打赫连铁树的主意，直接挡在了他的面前。怎么跟狗皮膏药似的呢？呸！一苇渡江，老小子，可算是让我带到你了。都给我住手！赫连铁树已经落入我的手中，不想你们大元帅出事情，乖乖的放下兵器，否则格杀勿论。西夏兵眼看着老大都被抓住了，也不知道如何是好，犹豫间都是放下了武器。而4大恶人此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是西夏大元帅赫连铁树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老子还是皇帝的亲弟弟，你算老几？在我面前充大尾巴狼！王爷，咱们这次一共缴获了他们2000匹战马，西夏兵大概有1万多人。怎么还剩下1万多人？这些人老子可养不起他们，要不然坑！王爷慎言，真麻烦，就把这些人带回去吧。正好咱们成都路缺些人手，当苦力正合适。王爷，恭贺王爷大胜而回。具体的战事情况去询问张忠就好。另外，把赫连铁树交给官家，应该能够从西夏手里割下块肉来。说罢，便是转身回去休息了。张忠则是和王泽信叙述起了当时虾人的阴谋，给王泽信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也是将当时的战况记下来。他可要好好的汇报一番。微臣拜见官家，官家万安。亲家免礼，平身就是。抬起头来，让朕瞧瞧，这西夏的赫连铁树元帅是何等的威仪。小皇帝，今日你如此羞辱于我，他日我西夏铁既定100倍奉还。100倍奉还？是指铁耀子连我大宋兵马1人未伤，便200人全军覆没，还是说5万西夏兵被我皇帝带领不到2万人马战败？那都是意外，是虾人的黄毛小儿使诈。朕懒得和你说话，朕已经修书一封给李乾顺，若是想要回你这位大元帅，东西可少不了哦。带下去给我关押进天牢，好好的招待，可不要饿瘦了，要不然这价钱少了，朕可不放过你们。官家，微臣愿意在天牢中看守。王爱卿为朕分忧，自是极好，可要好好款待。官家放心，微臣定然让赫连元帅返回西夏之时，长上10斤肉。甚好。官家，此事于理不合。西夏向来与我大宋有盟约，如今我们如此对待赫连铁树，无异于是和西夏撕毁合约。微臣建议释放赫连铁树，并放还俘虏的西夏兵，以表和西夏友好。卿家此意，是我大宋将士的血白流了不成？天下休战和睦本就不易，为了这件事，些许人的牺牲算不得什么。众卿家认为该如何？太皇太后，而今官家已经是个合格的天子，众卿有事情去问官家就好。老身即日起不再听政，退居后宫之中颐养。若无事情，不要再来打扰老身。他真的没有想要掌控我的想法？另一边，虾人也是回到了成都路。本王有事在身，况且你们都该有2年多没回家，也是该回去跟自家婆娘亲热一下。襄王殿下，您年纪也不小了，怎的不给我们找一个王妃？对呀，襄王打仗勇猛，想必能力也特殊，也不知道哪个小娘子能这么幸运。好小子，连本王都敢调侃了，别直愣愣的回家，扶着墙回来。虾人说罢，转向张忠等人。张忠、子瞻公，我不在的这段时日，就拜托你们了。王爷，您要去哪？不告诉你。你是谁？敢碰我耳朵？哦，在下段誉，敢问兄台怎么称呼？你就是段誉。兄台认得我不成？若是我没有记错，你应该是大理世子。是我爹让你来找我的。你想多了，倒是你一点武功都没有，是怎么敢闯荡江湖的？哈哈，不是就好。我不喜欢练功，但是我爹非得逼我学功夫，这才跑出来。你还没说你的名字呢，叫我虾人就好了。那我就叫你虾兄了。虾人也有心结交段誉，两人就聊了起来。过了没一会儿，无量剑派东西宗比武开始了，两人也是凑了过去。其实没那么好笑的。段公子
在下的猎徒以虚招取胜，瞧你那样子，倒是颇为不屑，想来应当武功高强才是。在下初次见到这种武功，难免好奇心起，纯属在下无心之举，还望恕罪。光姐，既然段公子武艺高强，你就向他请教请教。段公子，请。好，你练就行，我看着。你莫不是在羞辱于我？抬手打！咋回事？这，哈哈，段公子的武功果然高强，左某佩服。之前是左某无礼了，还请坐下歇息。看来爹说的果真不错，在江湖上混，没有武功当真是不行。等回去后定要学上一门逃命之法。虾兄，想不到你才是真正的真人不露相啊！呵呵，那边有个小姑娘才是真的有意思。嘿嘿，你们真有意思，打来打去的，真好玩。放肆！我无量剑宫岂是你放肆的地方？这位姑娘，你下手未免狠了些。这些人又没有得罪你，何必取了他们的性命？你这个书呆子真是有意思，他们欺负你，我帮你报仇，你反倒是说我。段兄，这就是江湖。虾仁可是知道，后期的段誉可是一边念着阿弥陀佛，一边用6脉神剑嘎嘎乱杀。你这家伙人倒是挺有意思，不像他似的没劲。我请你们吃瓜子，吃不吃？姑娘既然有请，那自然是答应了。你的轻功好厉害啊！诺，请你吃。多谢。虾兄，这位姑娘加我一个呗。麻烦。佐子木见状也是明白了，真正的高手是虾仁，况且刚才展现的功夫，他自然是得罪不起的，也算是吃了个哑巴亏。是姓左的不是，还望阁下恕罪。他们好像很怕你的样子。他们胆子小，和我没什么关系。你看看我从头到尾有打过他们吗？虾兄说的是，虾兄这么好的人，怎么会仗势欺人呢？容师弟，师傅，这没想到我们没让他们神农帮采药，他们竟然逼迫至此。师傅，我替师叔擦去这些字。别动，有毒。如今看来，这神农帮怕是为了覆灭我无量剑派而来。还有句话佐子木没说出口，便是为了他们无量剑派的无量玉璧而来。诸位，无量剑派要事在身，今日暂且不能招待各位，还请见谅。人家既然不欢迎咱们就走吧。好啊好啊，我正想呢。还没请教虾大哥的姓名。我叫虾仁。虾仁，那我还是叫你虾大哥好了。虾兄，别泡妞了，理理我呗。哈哈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。听说无量山后面的无量玉璧十分的神奇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听说曾经出现过仙人舞剑的奇观，若是可以，当然想要去看上一看。我也去。于是3人来到了山崖下面，段誉直接走到玉璧下面，看着无量玉璧，好像想通了什么似的。你们瞧，原来这无量玉璧之上的仙人舞剑，竟然是这样的。看着看着，段誉便陷入其中，不知为何竟然跪了下来。虾大哥，段大哥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咱们再见证一个超级大舔狗的诞生。你们看，这上面有字：恪守千遍，供我驱策，遵行我命，百死无悔。谁会这么傻乎乎的磕头啊？段大哥，你真的要磕1000个响头？这是神仙姐姐给我的考验，想来今日相见，也是我2人前世今生修来的缘分，我又岂能不尊重神仙姐姐？不用理他，咱们去旁边瞧瞧。狼环福地，丐帮缺降龙18掌和打狗棒法，大理段氏缺一阳指和6脉神剑剑经。这里的武功秘籍好像都被人带走了，只剩下这些了。虾仁自然知道这是李青罗带走的，但是总不能说的这么明显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也没什么嘛，学那么多武功也没什么用，还不如专精一门。灵儿倒是说的不错。2人转了一会儿，便是回去看看段誉，别再磕死了。998、999、1000，终于磕完了。说完，段誉就要摔倒下来。虾仁刚好出来，就看到段誉这副模样，连忙出手将他拦住。虾兄，你看看这个蒲团上面，想来这是神仙姐姐给我的奖励。北冥神功，这北冥神功对你大有裨益，而且这门内功需要废去全身修为。我和灵儿都有武功在身，也只有你没有练功，算是契合了北冥神功的宗旨。我听你的，虾兄。2人继续看下去，就是凌波微步身法。段誉虽然懂得易经64卦方位，但没有练过武功，也是走不下来整套身法，索性就指点虾仁练上一练。段大哥，你的身体有点虚啊。我哪里虚了？要不你试试？好了好了，吃个鸡补补吧。正在3人说话时，旁边几人经过。秦红棉那个贱人既然找不到，咱们杀了他的弟子也是一样的。
夫人的性格你我知晓，若是办事不力，恐怕少不得一顿责罚。两人交谈间，也并未过多关注虾仁一行人。呀，他们说的一定是穆姐姐，我娘的师姐就是秦红棉，他们要杀穆姐姐。虾大哥，我放心，灵儿。小白，麻烦你了。眼下只有一匹马，灵儿要领路，要不段兄，你先在这里等等。虾兄人命关天，你们快去吧。附近有神农帮的人，你小心些。他们帮主司空玄虽说武功不怎么样，你现在却也是对付不了他的。放心，我哪都不去。我是怕司空玄这个副本会主动找你求刷。段兄，我快去快回，你凡事小心，莫要多管闲事，免得受他人牵累。虾兄放心，我段誉什么人你还不清楚？两人一路紧追过去，正好来到了一处大院前，里面打得不可开交。虾大哥，你快点去救穆姐姐啊！为何出手？曼陀山庄做事，无需向人解释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曼陀山庄，李青罗是你们什么人？你知道我们家夫人，我是平婆婆，刚才那个是瑞婆婆，我骂人都是曼陀山庄中管事的人。我管你平还是奸，今天都给我滚！我心情好，不想大开杀戒。难不成要我送你们走？穆姐姐，你怎么样了？虾大哥，我家就在附近，我爹是马王神钟万愁，家里有上好的疗伤药，不如先过去我家去吧。好。母亲，穆姐姐受了伤，我带她回来治伤。这是上好的金疮药，我可以为她敷上，只是这里还有内服的丹药，若是想要化解药力，还需外人相助，我的内力恐怕做不到。虾大哥那么厉害，一定可以的。让我来。虾大哥，你不用担心的，穆姐姐不会怪你的。说罢，钟灵和甘宝宝就走出了房间。不怪不怪。家人啊家人，枉你读了那么多佛经，美色当前，你竟是这般丢人，说出去真是丢你皇室子弟的脸面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听我解释，我刚才是在给你疗伤，可没有轻薄你。虾大哥，你们怎么了？你们这是失职，这位赵公子的确是为你疗伤的，那你还不放开我？虾大哥，这样一看，你和穆姐姐还真像一对欢喜冤家。谁和他这个登徒子是冤家了？臭丫头，你再瞎说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打不到我。切，我不是登徒子，好男不跟女斗。失职，我来给你上药。麻烦师叔了。我怎么总感觉忘记了点事情呢？我操！把段誉落下了。想到这，虾仁连忙去向甘宝宝辞行。我也要去。灵儿，你都离开家这么久了，你爹他也很想你，这段时间好好陪陪爹娘。好吧，虾大哥，你最近离开大理吗？我最近一段时间都会留在大理，还有些事情要办，你就先在家中，等过段时间再来找你玩。那好吧，虾大哥再见。